看过在马路旁边做菜吗？毛毛虫！我现在只千拜托万拜托，它不要掉到我的锅子里，不然我吃素哎。嗨，猜露露，我是露比，我是小野。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4点起床，5点出门，然后还带了这么多器具吗？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新企划，来去农村做料理。这个企划呢，会带大家从家里直接走到农地里面，去认识一下我们平常桌上的那些料理食材到底是怎么来的。同时呢，也要来挑战你，用农地里面的食材做一道料理，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就去看是什么食材吧。本集感谢苗栗蟾蜍素食餐厅赞助制作。蟾蜍素食餐厅以健康、天然、环保为核心理念，致力于推广可持续发展的饮食文化，让每一位食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，也能为环保尽一份心力。我们制作食农教育跟永续饮食的影片，大多都是自掏腰包独立完成。非常感谢有您的赞助支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拍摄更多有意义的影片。今天第一集呢，我们来到位于云林东市的酷妈妈安心农场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我们的农场主黄大哥，他会来告诉你今天的指定食材是什么。好的。Hello， 是黄大哥吗？对，你好。你是要来拍摄的野菜露露吗？对，我是露比。我是电话里面跟你联络的小野。哎，小野你好。我今天指定的食材是什么？指定的食材，它是一种从春天到秋天都是产季的食材。然后它呢有一个特色，第一个它分公的跟母的，第二个它小时候是白的，长高了以后变绿的，一天还可以长高10几公分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所以代表它是长的东西，它可以长高，所以代表它是长的东西。然后我们从后面的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出，它是在地里面长出来的。对，但是芦笋吧？是，就是芦笋，好聪明，太好了。这一株，看这个颜色哈，第一个先发现前几天台风来了以后，对，它这个叶子都被打坏掉了。这个是我们这边有一点焚风，所以现在我们看过去整片都黄黄的。所以太热大多数的关系。对它温度那时候已经到了36度，而且都是干燥的风，所以它把它打的都已经干枯掉了，黄掉了，所以整片看过去黄黄的，全部都是这一次台风焚风的结果。那再来，这边有果实，看到吗？哦，真的耶！这个好像胡椒哦。它这个还是公的哦，公的果实量很少，母的它果实量会很多。所以公的跟母的芦笋吃起来会不一样吗？还是它这样的分别是什么？你问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哈，公的芦笋它不用再供给养分给种子，所以它出产的芦笋的量会比较多。那这样我都种公的就好了。好，又一个好问题，又另外一个好问题啊。如果你要让它通通都是种公的，那你从种子就要去挑，可是种子没办法挑出公的母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只有一种东西叫做基改。哦。所以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台湾有没有基改的芦笋？没有。国外有玉米，那个是用基改玉米，对，它是要抗虫跟抗药，对，它是抗虫跟抗药。它的基因序里面把它勾一个跟某个农药的基因是一样的，所以它喷下去的话呢，草会死，但是作物就是不会死。它的目的是这样勾的，就是用基因上面把它勾一根跟那个杀虫剂是一样的东西。上了一课哎。露比有体验过采收芦笋吗？没有。我们今天就让你们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期待。那我一个动作，要采收的高度到底多高？加油加油加油！这个高度，对，这个高度呢？这个高度就是采收的高度。因为我手比一般人长。对，然后这是绿芦笋的标准，叫做加油加油加油。那如果是白芦笋呢，就是比一个赞。那比这个还短的才能采收。OK， 那等一下我去拿工具给你哈，让你体验一下哈。绿芦笋是加油，白芦笋是赞。等一下先带你去采收的是绿芦笋，要记得绿芦笋要采收的是加油。对了啊，刀子的方向呢，这边有母茎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刀子要往外，不然我往内的话会割到它呢，会伤到它。所以这样。对，这个方向，然后贴土。贴下去，嘿，对，好。这样。对，然后手要另外一只手要扶着它，对。
切，嘿嘿嘿，因为刀子比较不利哦，它底下也比较老。然后这个采收下来以后，我们在田区就这样做，像这个我要它芦笋花而已，底下太老不行，所以我这个动作拔掉，然后再来放到里面。那这个嘞？这个下面要砍掉吗？来，你看啊，长度是不是超过我们的？对，所以底下这里直接这样挂，割掉，然后才放进去。嘿，有声音哈，有，真的还不够长啊。这里，哎呀，有了。连到都没有适合左手的。嘿，太长，割掉。OK， 我越来越上手了。这个吗？所以你看局部没有看纵观呐，你要是长挂不掉的啦。这是昨天你洗的，这支也是长挂不像这个只能当哪一种？这里，对，芦笋花。看颜色我们就看得出来。那这样的那只就不要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不要，对啊，一边要拉着这一台，一边这对，边要拉着这然后台。开始左右找哪边有笋子。哦，爱两边看，啊，这个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扭去安尼。好，到了。哇，哎，它很长一只哎。这还不够长啊，这还算不及格。哦，有了哈，咚一声，这个就是漂亮的声音。白芦笋要挑哈，你们要挑的话挑这里一个鳞片，对不对？下一个鳞片的距离这么远，叫做老蚶。老蚶就是它的节跟节之间的距离比较长，这种是比较嫩。哦，有，yes，成功了吗？成功了。反过来我看。耶，最后一只成功了。等一下，我要记得附图。对，采完芦笋要覆土。然后藏在这里。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我想问大哥说，为什么你会想要种有机的？因为我爸爸年轻的时候，光因为喷农药中毒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。那中毒的症状就是回家以后就开始呕吐，一直呕吐。然后呢，以前的人说什么喝盐水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用，后来就赶快送医院。那送医院的话就是打那个解毒针，打解毒针，然后大概都要在月。然后中毒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多，我连到我在上班的时候，然后他还有中毒过。那后来他们55岁左右，他们说他们要想退休了，所以把农地像现在这一片跟另外一块都是租给别人种。那我就跟他们说，那我这一块有一块给我。然后我种了完全不要用农药跟化学肥料的。这几年体验下来，我发现其实我们这样做还有一个健康很重要的健康就是土壤。我们用最健康、最天然、最自然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土壤，那这个土壤就会很健康。那土壤健康了以后呢，长出来的植物也是健康的。然后它健康有很大的益处，它植株本身健康的话，它的抗病性比较好，比较强。然后再第二个，它植物的作用里面还有一个抗虫，就是它有办法分泌哪一种东西让虫比较不喜欢它。我们把土壤种好，照顾得好，植株健康了以后，那其实植物它自然会有机制反馈给你。其实有点像人，就是你人感冒的时候要靠自体的免疫力去对抗病毒，然后你就会有抵抗力。对，就反而你的抵抗力更好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个概念的话，其实我种植这11年下来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你把它当人，把作物当成人来看就对了。因为如果我们人是怎么样的获得健康的，然后我们就用这种用什么方式对待它。所以那你这样会有，比如说病虫害的问题，你会怎么处理？我们土壤还不够健康的时候，需要给它辅助，就是用一些抑菌给它，还有我们的有机质里面会含有那个木霉菌，
所以其实就是用有机肥，然后用一些菌的方式，让它。就即便它已经生病了，或是已经有虫害了，对，但是用这种方式跟它抗衡，对，但它不会完全好，它一样都还是在，对，所以我们必须容忍它一直在，就是一个培养自体免疫细胞的感觉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如果一般的惯性的，他们芦笋哈，像这个金菇病，它会喷消毒剂，就是杀菌剂啊，就是惯性就会直接喷药。那你这样跟惯性就是采收的量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。很大不一样啊！我如果采收1公斤，他们大概会采收10到12公斤，1/10到1/12。对，他们12公斤，你1公斤的意思吗？我才1公斤，对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来采收用这种小篮子而已，他们来采收是一大篮一大篮的。像我这么大的这一片的话，我大概可以采收10公斤。他们是应该是100到120公斤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出去买有机的时候，价钱会稍微高一点。但其实老实讲，真的没有高很多。没有高很多。不是你这样子换算时间成本跟它的产量，成本，然后根本就是便宜到不行啊！便宜，真的是便宜。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你吃进去是安心的，你吃到身体是健康的，对环境、对土地也都是健康的。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哦，它你吃起来的口感。有机的，对，就是跟惯性的很不一样。我们刚刚还可以直接拔直接吃哎，有黄大哥这样坚持种这种有机的芦笋，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真的是需要消费者你要有认同这个概念，这个理念，对，认同这个理念，然后去消费了之后，我们回馈给他们，这真的，它才会是一个善的循环。没有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带着这些芦笋。回去做料理给黄大哥吃了。OK， 期待哦。等一下呢，会用刚刚采收的白芦笋，还有细的绿芦笋。那我在路上呢，已经有想到要做什么菜了，有2道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到超市里面采买一些要用到的食材。好，走吧。我们现在非常有氛围感的来到我们的芦笋田的正前方来做料理。现在路过的车子跟一些阿伯阿嬷都也在看我们到底在干嘛。好，那我今天呢准备要做的料理，第一道是爆汁豆包卷芦笋，我们会用到的就是这个白泡泡又咪咪的白芦笋。然后第2道呢，我们会来做的是没有韭菜也没有肉的苍蝇头。因为芦笋它其实有一个蛮特殊的味道，跟韭菜有点类似，所以你把它切碎之后，它样子也像，味道也会像，所以拿来取代的，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。因为韭菜是5辛嘛，有些不吃5辛的朋友，我们就可以试试看用芦笋来做。那芦笋又会多另外一个芦笋它本身的香气跟它水分，所以吃起来口感呢会很特别，很好吃。对，我们现在做爆汁豆包卷芦笋，然后帮我们刚刚现采、现削、现洗的白芦笋，稍微切小段一点，等一下我们就来包豆包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烫我们的白芦笋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把它卷到豆包里面。那因为卷到豆包里面之后，怕芦笋会煎不到，它会不熟，所以我们先把它烫熟之后呢，再把它卷到豆包里面。这烫白芦笋的汤汁啊，绝对不可以倒哦，我们等一下拿来勾芡用的，它等于是一个很棒的高汤。其实它这个水拿去再煮一些蔬菜汤也都可以，大概1分钟左右，1分到1分半左右就可以拿起来。现在芦笋烫好之后啊，我们就来调一点面粉水，准备1斤面粉，然后加一点水。全部往我身上飞。我们调一个面粉糊，等一下呢，粘那个豆包。我们等一下卷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粘着剂嘛。我们现在就准备我们的豆包，把刚刚烫好的白芦笋卷到我们的豆包里面。建议大概几只？建议我觉得4到5只会比较有口感。这边要的时候就可以用刀子这样。 我
所以大概半张豆包。差不多。OK， 我们现在卷完之后啊，我们就用平底锅把它煎到豆包金黄色、金黄酥脆这样，倒一点油在锅子里面。我们卷好之后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锅子里面了嘛。对，然后最后那一面把它朝下，让它压着。先压着煎那一面，煎开口。啊，它这里斜斜的。这道除了豆包以外啊，其实你也可以用烟熏豆包来代替。煎到差不多之后啊，我们来调我们的酱汁，把刚刚的面粉糊跟芦笋水倒进去，调进去，等下会有点勾芡的感觉。然后里面呢再加一点点的酱油，一点都不浪费。对，一点都不浪费。在野外就是要这样，然后一点点的味淋。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盐巴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呢，就把它淋下去。然后这样就会有点像勾芡的感觉。OK， 现在就可以盛盘起锅。哇，完成。OK， 我们现在做第二道，就是我们的没有葱没有肉的苍蝇头。那准备的是冻豆腐，没有韭菜，哦，对没有肉，没有韭菜，不是没有葱，没有葱跟没有肉的苍蝇头，没有韭菜，哦，没有韭菜，没有韭菜跟没有肉的苍蝇头。好，我们准备呢油豆腐跟冻豆腐，把它呢剥碎，来取代我们的绞肉。如果是我们频道的老观众的话，就很明白，这两个加在一起会非常像的绞肉。非常非常。啊，如果是新朋友的话，你真的可以试试看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油豆腐跟冻豆腐整个都剥得细碎，代替绞肉。先把它放一边，然后准备我们的细芦笋，尽量选细的，因为你这样切，等一下我们切末的时候，它会更像韭菜，粗的就比较不像。不是葱哦，韭菜。韭菜，我刚讲对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把它切成末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黑豆豉，苍蝇头必要的黑豆豉，我们也可以稍微把它切末一点。如果一整颗的话，怕有些人会觉得味道太重，所以切末一点会比较好吃。我个人喜欢一半一半，所以我等一下可能也会再加一点点，就是原粒的进去，拍起来比较漂亮。然后切碎的话也比较入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炒锅，开始来开炒。先来炒我们的冻豆腐跟油豆腐，要把它煎到酥脆。已经炒到整个是脆的，你可以听到那个在锅子里面那样刷刷刷的那种声音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豆豉先下去煸香。然后我刚刚说我会再加一点大颗粒的。炒香，好，我们现在豆豉也，毛毛虫，来，出来，上来，乖，你想吃苍蝇头是吗？现在豆豉炒香之后呢，我们来调味，加一点酱油、胡椒粉跟一点五香粉。炒香之后呢，我们倒入一点点的水，让那个冻豆腐跟油豆腐去吸那个酱汁，让它整个味道更 mix 在一起。对，稍微有点收汁之后呢，我们把辣椒先下来。刚刚那个黄大哥说无辣不欢，所以我就2条给他下去了。它是很辣的朝天椒。
刚切好的芦笋也倒进来了，我们就把它拌在一起，快炒，把火开大。虽然现在呢，好像没有办法快炒，火没有办法很大，我下次换一个快速炉给你。然后因为细芦笋它很快就熟了，所以其实不用炒太久。所以我们才会在最后的时候放进去。对，最后让它还有一点点汤汁的时候，王大哥在旁边好可爱。啊，对，刚刚有一只毛毛虫掉到这里来。有没有看过在马路旁边做菜吗？我现在只千拜托万拜托，它不要掉到我的锅子里，不然我吃素哎。起锅之前呢，我们再淋一点点的香油，让它的味道更浓郁一点。OK， 起锅，开动。先吃这个，先吃这一道，虽然我很想让你们先吃这一道。这个口味比较淡一点，我们让黄大哥先试试看这个，就是爆汁豆包白芦笋。爆汁是脱那个白芦笋的腐。真的有汁。白芦笋它的质地就是比较结实，然后密度比较高一点，非常脆口哦。对，它跟豆包搭在一起好好吃。跟豆包很搭，很搭哦。好吃。调味上怎么样？其实我没什么调味，我真的只有酱油跟盐巴而已。主要都是芦笋好吃，就是适量就行了，不要干扰它的味道。没错。真的很想要跟大家讲，就是有机的食材吃起来口感跟它的本身的蔬菜的甜味、鲜味完全不一样。来，我们换下一道，这个叫做苍蝇头。OK， 没有韭菜苍蝇头，没有韭菜，没有肉的苍韭菜蝇头，没有肉，哦，吃起来好大，很大，对不对？其实不讲，你也不会觉得特别说好像没吃到肉啊，或没有吃到什么，对不对？就口感很像。对，那芦笋在里面也太好吃了吧！它整个是脆的。哇，不得了，好好吃哦。如果想要吃到一样的有机芦笋的话，可以在产季的时候，刚刚是说3月到10月这段时间，每个礼拜六到中兴大学的农夫有机市集，早上8点到12点。还有哪里可以买到黄大哥的芦笋？搜狗好地方超市，是每间搜狗都有，就只有中港路那边，哦，中港路那边，未来种植村也会上架。正直村。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开始多多尝试有机的蔬果。这些有机食物的背后，它真的承载太多太多的辛苦劳作、劳动，然后各种的知识跟经验在里面。对我们土地跟环境的，没错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然后还有对自己的身体健康。有机不是种下去等收成，它是跟整个环境、跟土壤密切配合的。那我们只是一个适时介入的一个管理者的角色，我们不会把它当工厂，有收成，感谢它这个作物，感谢土地，感谢老天爷。好棒啊！就是做这如件事。果没收成的话怎么办？没收成还是感谢老天爷，因为它会蓄积，它会蓄积在里面。在这个时代，环境变迁如影随形，极端气候不时来袭，但这片有机芦笋田却像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份承诺。当我们选择有机，选择可持续饮食，我们就在为地球种下希望的种子。让我们携手共进，用永续饮食的力量，抵御环境的挑战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。